哎，我这个女婿啊，我对她太失望了。咋了？我过70大头的时候，她说我外国货，这不值钱我要干啥？咋会不值钱嘞？你这个是31.5克的1两长条金锭，在我们行内俗称小黄鱼儿，这可不是什么外国货，这是正儿八经地地道道的中国东西。少唬我不是这啊！是不是俺我有语我能看出来，这名上明明写的就是英文。这不外国就是啥？这盒子上标注的确实是英文，这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这个盒子币啊，是美国 PCGS 的评级公司，评级公司是美国的，但是里边装的这个1两小黄鱼，它确确实实是咱中国铸造的。你看这盒子上面标注的有它的年份，1949到1951，这是1949年前后生产的，正儿八经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金条。哎，俺女婿也告诉我，这是1两的金条。哎，但是我朋友又称了，哎，2万块的盒子加在一起才1两重。哦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误会在里面。检验小黄鱼的真假啊，并不是单纯的依靠重量来确认的。你要打开官网，仔细对比它的细节。你看，过去1两啊，它是31.5克左右，现在的1两是50克，本身两者计重单位它都不一样，再加上你这称啊，应该是有误差。咋可能是有误差嘞？我朋友他家是卖菜的，在他车上显示的就是1两多一点，1两多一点就对了。本身1两的长条，它就31.5克了。你看这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，再加上外边的这个盒子，这也得有30多克。本身称黄金啊，就得用电子秤，精确度高。你用买菜的秤，算是杀鸡用牛刀了。所以这里边有误会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会啊！俺朋友来经常玩那个铜钱，他最多给我500，这是啥黄金呢？你这肯定是过去的古董黄金啊！那朋友只给你500，那只能说明他不识货。一般往铜钱里边，他手里边都没啥钱。你想想，一个铜钱才几块钱，贵一点的几十几百，他给你出500啊，这也说明不了啥。我看现在有什么鸡毛人，这该不是鸡毛人吧？我的朋友不会一般不会给我乱出价。恁朋友不会给你乱出价，相比恁女婿更不会骗你啊！你这个朋友要么是真不懂，要么就是想忽悠你，也只有这2种可能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是金包银，因为金银的比重不一样，就像这么大尺寸的，对吧？它不可能是银子，即使是银子，它也不可能有31.5克重的重量。所以不是什么金包银。还有分辨过去的古董啊，唯一的参考标准就是它的字口，因为过去的书写字体啊和现在的区别很大。你看橙色4两这4个字，很明显和现在的这个书写字体都不一样，包括上面的阿拉伯数字的大小位置，你这都可以在官网上查询得到，仔细的区分出真假。你这个小黄鱼啊，平均分数你看给到了 MS61分，上面的字口包括背面的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长布图，都很完整，确实能达到微流通的状态。依我看啊，没有一个2.56万，你这还真买不到啊！啥是2.56万？这价格你怎么衡量过来的？哎呀，黄金1克现在不是300吗？你别忽悠我啊！我不忽悠你，我忽悠你干啥？黄金30-100一克啊，那都是2-3年前的价格了。现在市面上的黄金都500-600一克了。再说你这是过去的古董1两的小黄鱼，肯定不能按现在的黄金算啊。这里边啊，多少它是有一点古董价值的。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的女婿对我还不赖呀。可惜我昨天打电话骂了几句，这办事办得有点鲁莽了。那你确实是办了鲁莽了，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，你这发表发的有点早了。不要一味的听信恁朋友乱估价，因为他啥都不懂，说不定给你报五官啊。恁朋友想捡你这个漏嘞，你这也不能白白的冤枉那女婿。现在这个小黄鱼啊，这一下子值2万多了，你这得抓紧时间给他赔礼道歉啊，不然以后恁咋见面？你说的对啊！现在我回去给他道歉去，不能错怪孩子。好，给，还拿着。我这有3块家传老银元，本来价值300万的东西，现在急用钱，你给我200万，处理给你吧。300万的家传老银元，那你为什么要买200万呢？这价格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我主要是想快速出手，为了这3块银元，我已经花了20万的积蓄了。低价卖了，过个安生年。你这3块银元，这都是常见的3、9、10年啊！你想买200万，这太难了吧？花20万，这又是咋回事呢？为了这3块银元啊，我已经折腾5年了。光找专家，我找了不下于100个了。鉴定100多次，花掉了我将近20万的费用。
哎呀，你花20万，其实就想要一个鉴定结果。首先，这3块银元啊，真假确实没啥问题，其中2块还都带斑啊。3年呢，这是一块典型的甘肃斑；9年，这看发丝啊，应该是酒精；10年，这是一个T点年啊。20万的鉴定费用，看来你这就鉴定出来值200万。对，专家们都仔细帮我看过了哦，最少是价值200万以上，最高能给我估到300万以上。有些专家是不靠谱的，帮你估到300万，又帮你卖不掉，这都是在套路你的鉴定费。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。你看你这话说的都不负责任了。我不花钱找专家鉴定，怎么知道他们的市场价呢？关键是你这市场价给你估的不靠谱啊！都知道袁大头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里边最贵的当属8年，你这里边正好缺个8年。你想想，现在一块8年不过才2、3千块钱，对吧？你这剩下的这3块，自然价格就没8年贵了。你这一下子找了100个专家，难道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吗？谁说我的银元不值钱？我骂谁。有些伪专家不懂，上来都说是假币，我直接叫他拉黑。假倒是不假，但是你这遇到说不值钱的，你直接开骂，那只能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价值。一个专家说价值200万，10个专家、100个专家都说值那么多钱，你说不值钱，那不都是找骂了吗？你这是极有可能遇到了连环骗。我给你细算一笔账，鉴定100次总共花了20万，平均每次花到2000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哪一块也没你的鉴定费贵啊。不可能，专家都说了，都带斑，你给我估价吧。那就先说你这里边最贵的这个酒精吧。9年金发袁大头里边整体做工最漂亮的一个斑，主要是看它的发丝报价的。不说你这个是满发丝吧，整体发丝还可以，重点是笔面包浆不错。就你这个状态，现在看来也就2000左右吧。多少？2000？对。你这价钱估的，我跟你说搁以前，我直接都得叫你拉黑。剩下来接着估。怪不得你一下子花20多万，看来你这是想听好话。但凡啊认为给你估低价了，你都开骂，你这是执迷不悟啊。再说另外2块，这个3年啊，这是典型的甘肃斑大头。哎，我看过了，这也不是啥大斑，像曲笔民、落叶这都不是，价格和这个T点年基本上一样吧。因为T点年在10年大头里边存世量挺大的，鉴于你这个10年的包浆不错，而且笔面你看一下，多少还带点光，2块基本上加在一起的话，2400一大关。2块2400？对。我要200万，你给我2400，你这是典型的在羞辱我呀！没有一丁点羞辱你的意思，完全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像你遇到了网上专家啊，都是靠赚取评级费挣钱的。你别说拿这3块银元给你估200-300万，你就随便在地上捡一块瓦片，也能给你估到几十万。只要你给他鉴定费，他说的越多，你越开心。反正就是卖不掉，就像你这种情况一样。哎，钱没少花，银元还是没卖掉。哎，我都是卖不掉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200万的银元，你给我几千块钱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吗？不是闹着玩，真实行情是什么样？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去问问，别执迷不悟了，多赚挣，多问问价再说吧。哎，我看好了，你不是我执迷不悟，是你没有实力。来，将我的银元给我吧。好。哎，叫我气坏。老板，你看这个破银元值几个钱？破银元，你这是评级入 PCGS 的北洋龙，这笔面带彩啊！这银元是搁哪来的？这银元是我表妹送给我的。以前她结婚的时候啊，我给她封5000块钱的红包。你像我们亲戚之间结婚啊，我妈非得让我给她封5000。说以后人家还反过来的。对，没想到她竟然送我一块破银元。礼尚往来都这样，你给人家封5000，别人给你一块银元算是回礼。我看你这个银元不错啊，这还不是普通的北洋龙。你细看它这个34的书写方式是艺术字。而且这笔面包浆还带彩，说实话，你这算是捡大漏了。捡啥大漏嘞？把我气的头都快炸了啊！要不是碍于是亲戚呗，我早就上家去骂大姐去了。你稍安勿躁，骂大姐倒不至于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以前表妹结婚，你给她封5000的红包，而她却给了你一块破银元，你认为她不值钱是吧？对呀，肯定是不值钱的呀。这东西就这么点银子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一般像这种银元。一个重量是26.8克的银子，但是银元可不按银子价钱算啊。这样吧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这次结婚，你希望恁表妹给你封多少钱的红包？哎，多了咱也不要，给5000块钱就行了。毕竟我给他封5000嘛，他反不了就行了。我不爱占别人便宜。你的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，这个礼尚往来只要对等就行。
那表妹这次啊没有给你拿现金，送给你的这块银元，应该是真心祝福你了。一般能送这种带板的龙样，可以看出来他这个手里边也不差钱。得了吧，家里这确实是好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会占我的大便宜。哎，你确实是误会那表妹了。像你这块银元，如果是普通的北洋龙，XF92分，市场价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。没听明白，难道这个银元还跟普通的不一样吗？你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呀。你看它这个3和10就不是正常的阿拉伯数字，这个是34年北洋龙里边的第一大名誉品，卷3起4。3你细看一下，它就像人的耳朵一样卷起来了，4就像一面旗子一样，这个板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平时很难遇到。虽说这个评级 PCGS 没给分，但是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。你细看它这个龙鳞，从头到尾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磨损，因为龙样主要是看它的龙鳞的，而且你这两面也都是全身打，尤其是字口非常清晰，满纹、珠圈、内齿全部都健在，味道也是一级棒。你说的专业知识啊，我听不明白但是我看着这银元啊黑不溜秋的，有点像假的。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吧，假币倒是不至于，这外边黑不溜秋的是它的包浆，这种包浆啊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为酱菜，只不过你这个银元不太明显罢了，因为里里外外你看搁着盒子，这层包浆啊，使这个银元才有这么好的味道。再跟你说一下，这个 PCGS 是盒子币里边全球最硬的盒子，只要是能入盒，它的真假都是有保障的。顺便给你估一下价，就你这个状态，2万左右吧。2万？对，自己可得看清楚啊。看清楚了，你这个是大名誉品，卷3起4，就是现在不想要了，出手给我最少也得给你个1.89万。我就说我表妹客气吧，我妈非得说这银元是假的，结果我妈打脸了吧？因为你们都不认识银元，怀疑真假，说实话看着有问题，也是这个人之常情。但毕竟这块银元啊，怎么着也是恁亲戚，对吧？亲表妹送的，自己亲戚啊，绝对不会做出那种逾越格的事儿，留着吧。以后说不定啊，可以给孩子当个传家宝之类的。我感觉这个币种，说实话还是不错的。我感觉这银元也不错，要不然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呗，我都不会来。没事，把这个误会解开就行了啊。中，老板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俺邻居是外经李密，别看他天天坐个办公室喝茶。我500块钱买他一块龙样，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？我看你拿的是一块乳皮壳的赵种啊，光听你这500买的价格，应该不会真。我先来看看。我感觉不一定假，因为我买的时候是趁他喝醉酒了。我相当于500块钱加一瓶酒，又加一顿饭换来的。一般像这种平底盒子币啊，都要仔细对比观望细节。你拿到手之后，可以看一下这盒子是否被打开过，转一圈之后，一切看着还很正常。你这几百块钱买来比较值啊。这个造币中上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币面带彩，而且还都是全身打，真假完全没问题。你这几百块钱花的比较超值。我感觉买的也比较超值。昨天我找我同事看看真假，他居然1万块钱想买走，你说我亏不亏？那你看你买的价格来看的话，肯定不亏。500块钱加一顿饭，大不了也就几百块钱的成本呗。但是按照你办事来讲，就有点不地道了。你想想，当时你是清醒的，恁邻居啊却是醉酒状态，这么好的造种，买的时候恐怕1万块钱买不到。你别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价值，因为啥吧？因为这银元有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，他喝醉了，啥也不知道。那咱先不管这个银元在哪里来的啊，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个赵种是你了，别人请你喝一顿酒，然后几百块钱给你买走，到手赚1万多，你这心情作何感想啊？我肯定不愿意啊！他请我喝一顿酒，这一下子损失1万8块。对呀，我肯定给他誓不罢休。关键是他喝多了，他再是喝多了，就一顿酒一顿饭的功夫而已。你看你的反应就那么激烈，酒醉酒醒之后啊，他肯定是找他的银元了。万一他问你这银元弄哪去了，你给他咋说嘞？我能怎么说嘞？反正我给他转500块钱的账，我到时候啊随意给他搪塞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别人经常讲君子挣钱取之有道，你那500块钱的转账记录，它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赵种，首先你看一下，它币面带彩，这种包浆啊，
它和普通的赵种不一样，因为赵种平时也比较常见，但是能有这种好包浆呢，确实不多。常见的赵种啊，皮壳大92的大部分都是大白壁，而你这个带彩比较难遇，这是第一个比较好的优点。另外一个就是你这赵种，你看两面全身大。其实啊，每块银元从造币厂出来都是这种状态，只不过是有些银元在市面上它流通的时间长了，对吧？它就会有流通痕迹，有磨损。鉴于你这个赵种的状态不错，再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和鼻子，因为赵种主要是看龙鳞和鼻子。就目前你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，大概价值能卖个1.7万吧。1.7万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我少卖了几千块钱啊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啊，低于市场价卖的话更快一些。那低于市场价确实是好出手啊，但是便宜卖对你来说没啥好处啊。不管你这个银元是哪来的，你低于市场价，对吧？低于一半的价钱，大几千的价钱，这是对朋友不负责任。如果你真给朋友便宜卖了，那你将来咋去面对你这个邻居嘞？这有啥？你完全想多了。我们只是酒肉朋友而已。哦。如果他不让我赚点钱，你说我怎么会请他吃饭呢？吃饭喝酒，哎，这不都是相互请了吗？你这话办这事儿，说实话，把酒肉朋友这4个字形容的呀淋漓尽致，你这太不负责任了。说句实话，幸亏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你这是典型的小面虎，当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，你这办事太不靠谱了。你这个银元啊，你赶紧拿走。说实话，你办这事让人气人，让人听了真气人。你得了吧，你要不是我见你真假本啊，我早都怼你了。你还走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俺老丈人家的羊圈塌了，没想到我替他修一下，挖出来5000枚古钱币，这一下挣了5000万。一枚能卖1万的古钱币太少了，不过你这5000枚的数量还是挺喜欢这的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你小心点，特别沉，因为放的时间比较长了。我在家里面啊，都给他们清洗干净了。一个个的品相都特别好。哇塞，我看你这数量确实是不少。只可惜这都是宋钱啊，品相确实挺好的，这看着不像是从羊圈里边挖出来的。这是我亲自去挖的，这还能有假吗？你不知道啊，刚挖出来的时候啊，上面全是绿布子绿锈，我一个一个的打磨干净了。一个一个的打理，那你确实挺用心的。一般像你这些宋钱啊，你细看它磨损的比较厉害，大多数品相都不是太清晰。里边这连一个清钱都没有，你这一个想卖1万太难了。这清一色的宋钱，该不会是你买别人的吧？咋可能是我买别人的呢？我老丈人他爹在70年的时候啊，在锅炉厂上班，那个时候赶上没发工资他就把这5000个古钱币在地底下了。原来是这回事，怪不得我说修个羊圈咋可能挖出来那么多铜钱？原来是老一辈故意留下来的。这个过去的锅炉厂我知道。他们炼铜大多数都是用这种铜钱，从收破烂上来攒一些废铜，要么就是这种铜钱。在破四旧那会儿啊，大多数这都炼铜了。过去的人太傻了，拿这么贵重的古钱币炼铜，太糟践东西了。现在估计十里八村的呀，不一定找出来一个。十里八村找不出来一个，没你说的那夸张。像这种宋钱啊，存世量还是很大的。这相当于过去啊，我们花了1分、2分、5分的分币。因为它不流通了，你搁平时确实很难见。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说实话，这满大街都是。个人家里边虽说难找，但是像我们专业店里边的，你要啥的都有。你说的对啊，就因为你们专业，所以啊，北京的专家已经帮忙估过价了，1万块钱一个。如果说你能要啊，就给你留下。1万一个的价格实在是太夸张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是不是通过手机请教了专家？对啊，就是网上找的专家，他们也很专业啊。专业能给你估到1万一个，这说出去的话恐怕让人笑掉大牙。首先你这些铜钱啊，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，这都是一眼看门的东西。这个宋朝距今已经上千年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些宋钱最低使用也得几百年了。因为过去历朝历代像这种铜钱啊都串成串，拿到街上都是当钱在用。因为过去啊是用那个绳从中间穿起来了，你现在看起来有很多这个穿孔都很磨了，都不成样子了。我刚才为什么说它不值钱嘛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这个量太大，品相呢整体都不好。这个铜钱你看很多字口这都模糊不清晰了，有的甚至开裂变形。况且啊，现在购收上钱币种类那么多，
对吧？但是它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。我看你这品相算是通货，1万块钱把后边4个零扣掉，一个也就1块多钱而已。啥？一个1块多钱？对。我听半天没听错吧？没听错。专家人家给1万一个，你给1块多一个。对。这价格啊，说成天堂一下掉到18种比率了。你这个形容词形容的非常好。别说从1万报到1块多经验，你放我身上也一样。你去卖个东西，本来值1万嘞，最多给你1块多，是我也不敢相信。这只能说明网上专家报的价有问题。1万一个，5000就是5000万，天上不可能掉这么大的馅饼。我看专家就想跟我开玩笑啊，还约我把钱币都给他们带过去，说几千万的现金一定都给我准备好了。我看你也是年轻人，学习能力应该是不差。你这些铜钱啊，具体能值多少钱？建议你挨家挨户去问问行情。网上专家的报价，我对他们不做评价了。你有时间多上网了解一下这方面估高价的骗局。多学习是对的反正啊，你们2个之间啊，有一个人说的是对的，无所谓，这些东西啊都是我老丈人家里面的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没事，拿回去，不用客气。把这个搞清楚，无论是几千也好，几千万也好，学习搞清楚，对你没啥坏处。那是，有掉了，那还有我一个嘞。没事，我给你拿起来。好。我感觉我那么聪明的人啊太少了，花小钱办大事。在朋友这里2000块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音乐。你这块音乐确实是第一次见。光绪16年造，看来这个人是光绪皇帝了。背面是一条飞龙，这如果真能卖几十万的话，你觉得那朋友2000会给你吗？这叫好兄弟拉我一把。最近这一年，我知道他吃香的喝辣的基本都是靠倒卖这些银元古董证件。你这个已有光绪银元啊，属于一招币，这上面带了黑色的包浆，不自然。背面，它这是巴西飞龙的设计，给我的印象就是，你看这锡字太软，我感觉这称不上古董。不过恁朋友的刀磨的挺锋利的呀，2000块钱给你相当于是割韭菜了。老板，你能不能正常说话啊？这些银元啊，可是正儿八经的银啊，我都用光谱仪检测过了，含银量89%。我没否定它不是银的，通过笔面看银色的话略微发暗，含银量能达到80%之多，但并不是说银的它就是老了呀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这个朋友承诺过我，如果不是银，他就按100倍赔我的损失。所以说我对这个朋友，还是很放心。你不要在这里混淆概念，恁朋友承诺相当于是没虚，这银元你也检验过了，光谱仪显示含银量为89%，这数据啊很清晰明了。再说银子本身也不贵，才几块钱一颗而已。我们玩银元的目的啊，并不是一味的买它的银价，我们玩的是一个老气儿。也就是说，银元你得包牢包带啊。这他当然没说。不过我联系互联网的老师了，已经估过价了，说100%是清朝发行的，能给我估价70万。咱俩都说好一会儿了，是我没讲清楚，还是你在给我装糊涂啊？你在网上找专家估70万，他会2000块钱赔钱卖给你吗？我没见过拱手让一套房的。第二，专家鉴定了是清朝发行的，这纯粹是在忽悠你。像这种一兆币啊，大多数都是民国铸造的，时间点可是明显对不上啊。清朝和民国也就错了几十年。对呀，时间点对上无所谓。只要是银元能值几十万就行。只要他不耽误发财也行。兄弟，你这说话做事一点都不严谨，越是专家越不能胡扯。我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不是清朝铸造了。光绪16年，也就是1880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清银元还没有开照，常见最多的已有发行的都是那种10文、20文的铜板。铜板啊，就相当于是现在的零钱，在当时啊被广泛使用。其实那时候阴阳作样已经流入我国了啊，最后没办法了，才成立了这个造币厂。像最早的23年机器局，那是属于第一批次铸造的龙样。你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个23年机器局，它铸造的年份1890几年了。而你这个光绪头像，它印在这个银元上更是胡扯了。因为官方发行过的银元，唯一有带皇帝头像的只有四川卢比，卢比啊属于中原，比你这正好轻一半，所以你这个银元是典型的民国时期个人通过想象做出来的一兆币。对，我这个朋友都这样告诉我的，说让我放个几十年以后绝对有大惊喜。真没想到现在都能卖个几十万。便宜点给你吧。你这个银元我还真要不了。从时间点上我知道这一兆币是民国那时候发行的，但是你拿来了
确实近代这1-2年内反映了。因为你看这笔呢，它这个包浆不牢，这一看就很明显就是做旧上去了。压力刚才我也说了不行，光绪这一面看着还可以，包括背面这锡字太软了。一般像这种近代的真银假币啊，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也就100-200块钱吧。你别给我闹了，我好歹2000块钱买的，你给我200块钱肯定不行。人家专家都说70万，这都不带开玩笑的。我没给你开任何玩笑，倒是网上的专家啊，给你报价你得当心了，他们可不是吃素的。你想想，那朋友2000卖给你的东西，他转手给你报70万，目的何在？无非也就是想挣你口袋里边的钱，你可千万别带着银元去找他们，不然这个损失就大了。得了吧，你给我200的选手，还不让我去找专家，我咋去卖钱？去也行，记住一句话，打定价可以，在没卖掉之前啊，千万别给他们钱。哎，这都不用你操心了啊。好吧。这次过年回老家摆铺摆过了，咋了？3000块钱租一辆保时捷超跑，超预算，现在只能变现家里面的老银元了。3000一天的租车费用确实很高。你看今年初7了，这几万块钱没有了。来，我看啥样的银元。本来是租3天都走嘞啊，结果俺村里面年轻人多，趁着过年这几天嘞，都开着我的车去相亲见面去了，一下子拖到现在。那你拖这几天不当紧，一天3000，摆铺几天1-2万没了，这银元卖完也就是够付你的租车费用嘛？不对吧？我这可都是老银元啊，这放过去都可以拿出来买房子了。你看有没有几万块钱一个的？哎呀，我看你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。几万一块的肯定是没有哈，你看这基本上笔面都带包浆，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带板的。而且啊，你这都是普通年份的冤大头，这种银元在过去啊，还真一块换不了房子，购买力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吧。几百块钱是不可能的。如果银元不值钱的话，你想想，我一个工薪上班族，能为3000一天去租保时捷吗？那如果工薪上班族的话，一天3000去租保时捷，那你这胆子确实挺大了。一天的租金啊，就顶你1个月的工资了。你这肯定是受人蛊惑了。受人蛊惑倒是不至于。俺爷当时给我这些银元的时候，就是准备让我结婚买房成家用啊。我跟你来说一下啊，咱农村人对银元的认识，但凡家里边有银元的，10个有8个都认为这是宝贝。有的甚至认为啊，可以买车买房都不在话下。关键是像这种冤大头，过去发银量好几亿枚，现在存世量也巨大。你说1万一个，谁会买嘞？在商言商，我也知道，恁这些人啊，都乱砍价。我都不知道过年之前，我都在网上咨询过好多专家了。啊，咋说？一块给我5万。一块5万我还真要不了，因为网上那些专家报价都是胡扯的。一听你在网上估价了，估计咱俩还做不成生意。东西还是你的，给，你这还别着急啊！我确实是急用钱，有差不多啊，我都给你了。你给我简单的报价吧，我听听。我的报价你绝对接受不了，因为你在网上已经询过价了，几万一块的冤大头不是你这样的。你像皮盒上几万的冤大头啊，必须得上 MS65分以上。就单看你这笔面上的包浆，这入啥盒子肯定也是没分啊。冤大头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最贵的8年，你这里边没有。即使有的话，就你这个品相也上不了万吧。因为银元都是看状态的，状态为王，状态决定了它们的价值。而你的这一看都是罐装深坑铝锈，这种银元啊，都是之前埋在地下时间长了，这造成了包浆。虽说笔面这都个个无伤无戳，但充其量只能归类到这个通货的范畴而已。实不相瞒，就你这种品相，我给你估价现在市场价1000一个吧。1000一个？对。你这也太能开价了吧？你不能看我急用钱，就使劲宰我呀？没有，你这叫落井下石。落井下石还真谈不上，因为咱俩第一没有形成买卖，你感觉这价位不合适，你可以相应的留一留。另外，我也是给你提个醒，网上专家的那个估价一个几万不可信，你千万啊不要信以为真。得了吧，1000一个，我也绝对不会卖。你不能看我租保时捷，你就过来毁我的银元啊！你放1000、1万个心，这银元啊原封不动的还都给你给完璧归赵，完璧归赵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我劝你一句话，
摆铺成功人士啊是人之常情，但是租车啊必须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，不能说你一个月挣3000，你就敢租3000一天的豪车，万一中间出点差池的话，自己再承受不起，这才是关键。希望啊这一次也算是给你提个醒，引以为戒吧。我这个锤子，你少忽悠我，我去找专家，我跟你说，清清肉肉卖几十万。好吧，好吧。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啊！我这有3斤6两的黄金，你赶紧帮我看看能不能卖90万吧？哇塞，你这个大金元宝啊，租金50两，这如果对的话，你别说90万了，你就是后边再加个0，这也不值了呀。我买的便宜啊，当时黄金100一克买的哦，最后又给他搞价，3斤6两，总共花了10万块钱。3斤6两确实是过去50两的重量，但是你这个金锭的大小，这是标准50两银锭的大小啊。50两的金锭它并没有这么长，也没有这么宽。这个金锭啊，按3斤6两1800克算，这才划到50多一克啊。像50多一克的金价，也就2000年那个时候呗。没有那么长时间啊。我大概买的时候啊，也就3、4年的时间。没想到现在黄金涨了那么多。3、4年前金价也就300左右吧。但是你这个50两的金锭，它又不是普通的黄金，51克买的话，谁会傻到如此贱卖给你呢？说的也巧啊，卖我黄金的这个人啊，是我们厂有名的败家子儿相当于就是喜欢玩牌，急用钱了。给钱就卖的那种人。我倒是觉得你说的这个败家子挺聪明的一个人，很巧妙了用这一个小玩意儿套走你10万块钱，这3、4年的时间你竟还浑然不知。幸亏你今天拿过来了，你再过个若干年，你不是还蒙在鼓里边吗？不是老板，你比喻错了吧？蒙在鼓里的人应该是他吧？他要是知道现在黄金涨到4、500一克，他肯定后悔卖给我了。那如果黄金对的话，他肯定百分百后悔。再加上他也不完全是黄金啊，算是古董，这个价钱比黄金这高几个档次了。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现在都不在以前的厂上班了。他想找我恐怕也找不着。他找不到你，估计你也找不到他。对你来说，估计也是一个坏事。我给你还是讲一讲这个金锭的真实价值吧。你也别说那么多啊，少90万我也不想卖。我的目标就是赚9倍的利润。其实你想赚9倍的目标啊，并不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这个金锭如果对的话，这可是古董，它的这个收藏价值远远大于黄金。但是你这个金锭啊，体积重量不对，因为黄金的密度啊比较重，像这么大个的锭子，它的重量最低得是80两以上了。银子50两标准的重量是1900克以内。你这个如果是黄金材质的话，体积不变的情况下，只有1800克，3斤6两，这重量很明显就不对了。这就是体积和重量不对等，所以材质啊，它肯定不是黄金。不是黄金？对。你见过啥东西啊？不是黄金能有那黄吗？你要知道它发黄不等于就是黄金。你仔细看的话啊，你看它有很多地方这面它都氧化了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底部，你看和上面它都不是一个颜色，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点。另外呢，就是清朝的金锭啊，它没有这样的造型。你像两边的这个翅膀，这都是银锭在铸造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方便拿在手中，方便流通用的。而黄金在过去啊，它是非常宝贵的。过去人经常说金子无大锭，你就是再有钱，拿一个50两的银锭出去，钱都能照开。所以过去的金锭都很小，而你这个我看跟黄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就没有当过去的金锭卖，当黄金卖的，你就给我按黄金收就行了。关键是你这个金锭它不是黄金啊，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当初即使买个50两的银锭，就是品相好点，说实话也能卖个10几万、20几万。这说，再看看这底部，你看有些地方它都褪色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啊，你这个只能当废铜烂铁卖了。我这还真给不了你价钱。你给不了价格，你给我说那些干啥？东西给我，净浪费我时间。我去别家问问去。对，你找个收破烂的问问最好。